这个例子演示使用 STM32 Cube IDE 开发环境，在 STM32 微控制器上让 LED 闪烁。所使用的开发板是 Nucleo F446RE， 实现的功能是让连接到 GPIO 引脚 PA5 的 LED 闪烁。我们需要在 STM32 Cube IDE 中创建一个新的 STM32 项目。首先启动 IDE， 导航到 File 菜单，选择 New， 然后选择 STM32 Project。在项目创建向导中，从 Board Selector 选项卡中选择 Nucleo F446RE， 以指定目标版。点击 Next 进入后续的配置步骤。接下来选择 STM32 Cube 作为项目类型。这个选项确保项目配置为利用 STM32 Cube 软件开发平台为 STM32 微控制器开发提供全面的工具和库，然后指定一个有意义的项目名称，比如 GPIO LED Blinking， 并选择项目文件的存储位置，随后点击 Finish 以完成项目设置，这样即会启动项目结构和相关文件的创建。预配置 GPIO 双击 Project Explorer 中的 GPIO LED Blinking.IOC， 然后在 Pinout and Configuration 选项卡的 GPIO 部分选择可用的 GPIO 引脚，比如 PA5， 并为其分配特定的功能，比如控制 LED。 可根据需要重命名 User Label， 并指定管脚模式、输入输出或替代功能，启用上拉下拉电阻，以及调整其他必要的设置，根据所需的特定需求，对所有需要的 GPIO 引脚重复此过程。在 Project Manager 选项卡的 Code Generator 部分，启用 Generate Peripheral Initialization as a pair of .c.h files per peripheral 选项，可确保为每个外设生成相应的.c 和.h 文件。这种方法增强了代码结构，有助于生成更高效、模块化的代码。欲触发为所配置的外设生成必要的初始化代码，可点击 Save All 图标，或者从菜单栏中选择 Project Generate Code。这种流程确保所配置的外设能正确初始化，有助于将其功能无缝集成到项目中。按照之前在 Code Generator 的设置，系统将与 GPIO 初始化相关的代码单独生成 GPIO.C 和 GPIO.H 文件。GPIO.C 中包含配置 GPIO 引脚，以确保其正常功能的必要代码，而头文件 GPIO.H 包含与 GPIO.C 中的代码相对应的所有函数原型。在 main 函数中会调用4个初始化历程，在这些历程中 Max GPIO Init 负责初始化 GPIO。 GPIO 控制代码需要自行定义，可以在 main 函数的 while 无限循环添加2行代码，这2行代码切换 LD2 引脚的状态，并引入500毫秒的延迟，即 LED 每秒闪烁1次。随后点击锤子图标，或从 Project 菜单选择 Build Project 以启动项目构建。此操作编译源代码，链接组件和依赖项，并生成可执行文件。完成项目构建后，若要在 Nucleo F446RE 板上运行或调试程序，需要用 USB 线缆将其连接到计算机，然后从 Run 菜单打开 Run Configurations 窗口，并选择 GPIO LED Blinking Debug。在 Main 选项卡中，需要确保正确设置项目和二进制文件。在 Run Configurations 窗口的 Debug 选项卡中，选择 ST-Link 作为调试探头。
调试探头是一种设备，可以对板上的微控制器进行编程和调试。对于 Nucleo F446RE 开发板，调试探头就是 ST-Link， 它集成在开发板上，并通过 USB 线缆连接到 PC。此外，还需确保正确设置端口和开发板字段，这些字段用于识别所需调试的板子。然后点击 Run， 将二进制代码烧写到板子的内存中，这样就能把编译好的程序从 PC 传输到板子上并运行。Nucleo F446RE 开发板上的 LDE 是一个 LED， 它表示板子与主机 PC 之间的 USB 通信。它是 ST-Link 接口的一部分，用于对板子上的 STM32 微控制器进行编程和调试。当板子与 PC 之间有数据传输时， LDE 会闪烁，比如在烧写程序或使用 USB 串口时。LDR 在烧写程序完成后，按照我们所写的程序，每秒闪烁一次。好了，我们已经成功的在 Nucleo F446RE 开发板上使用了 STM32 Cube IDE 的 GPIO 功能。我们可以观察程序的运行情况，并使用 IDE 中的调试工具监控执行过程。